外找工作呢，需要考虑到各种不同的面向。经验呢，一定是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很少人会着重在身份。其实身份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很多。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从身份的角度切入来聊聊国外留学跟找工作。我在1000订阅的影片呢，有提到说想要加入比较多个人特色的主题进来，就想到了这个系列 Beneath the Sugarcoat， 跟字面上的意思一样，就是想来跟大家聊聊我会对过去的自己说什么来打醒过去的自己。相信大家如果是想要出国，或是想要在国外工作，都一定做过各种不同的功课。我自己出国前呢，也是爬了很多的文，看了很多的论坛，然后打听了各方消息。我自己的观察是，从各国奔波的经验来讲，身份这一块真的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这个身份限制后面所带出来的影响，也是很少人在聊的。像我呢，在加拿大念大学，跟在瑞士念研究所，相比瑞士而言，加拿大对于找实习、找工作真的是轻松很多。当时大3的时候，也是参加各种不同的 networking event， 公司的 office tour 之类的东西，去 social 去了解公司，每天都待在图书馆熬夜写工作申请，也有拿到面试邀请。当下跟结束之后，跟辅导员还有朋友复盘的结果，都觉得还不错，那感觉很有机会。不过最后呢，我还是都收到了拒绝。后来呢，从各方的小道消息辗转得知，他们这些公司其实基本上不怎么收外国留学生当实习生，因为他们怕花了各种不同的心血去栽培这个实习生，然后到最后这个实习生却选择离开而不到他们的公司去，那不就为别人做嫁衣吗？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有 shock 的感觉。那既然这样，我之前在忙什么？忙心酸的吗？当然了，如果你是4.0的 GPA， 然后有很厉害的时机，你可以靠实力碾压一切，这个身份的限制呢，就对你来讲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普通人，那就不得不考虑身份这一点。而且呢，别以为回台湾呢就比较好找实习，跟我差不多时间也是在大学时候出国的朋友回馈给我的结果呢，都是在台湾的这些公司，他们都比较开放给在台湾当地就学的学生，所谓的国际经验并没有到太吃香。尤其是台湾的人资，基本上认识的国外学校大概就 Harvard、Stanford 吧。那就算你是在美国念 Dartmouth、念 Brown 这些同样是 Ivy League 的学校，人资也不一定会认识他。再加上人资看一份履历，怎么可能会另外再额外花时间去查说你这间学校在世界大学排行榜排行第几名啊，有多有名气啊？他们不会做这件事情。那尤其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就读，你就更为劣势了。身份的限制带来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心理层面的。你可以看到你身边的所有的同才手上都有一份实习 offer， 都有一份工作，那你自己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当然你也知道，就在别的国家你展现的比别人还强，但是你又不可避免的会想说啊，要是有身份就好了，我为什么没有身份？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情绪，想要让你摆烂，就像一个恶魔的低语会在你耳边这样讲。至少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啦。尤其是当你在校成绩其实也不错，然后你在高中表现的也不错，那你到大学就这样直接出去，然后你遇到的就是那种疯狂的被拒绝的这种沉重打击，其实心理上是真的很难调试的。此外呢，我最后悔就是在加拿大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去研究我所拥有的签证，跟我毕业之后会拿到什么样的签证，进而更完善的利用这些机会。现在呢，加拿大不管是大学生或是研究生毕业，你是可以拿到3年的工作签，基本上3年够用了吧？3年之后你要申请永久居留权也是非常快的。要是能够重来的话，我真的会建议我自己一开始就去厘清说你要去的地方的签证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毕竟你出国念书，你当然也会想要留下来增加一点工作经验嘛，这方面一定要从一开始就要好好的考虑。那上面说的加拿大这些呢，跟瑞士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他们对于本国人的保护真的是非常的透彻。你只要是第3世界的国家，基本上就是你没有瑞士籍，你没有欧盟国籍，社会新鲜人基本上不用想在瑞士找到工作，就算雇主要你，市政府也不一定会让你过。市政府基本上每年大概都只有几千人的扣打可以给外国人留在瑞士工作。雇主呢，需要向市政府证明说他们在瑞士、在
欧盟找不到相同的人才，那基本上呢，你从语言那一关就不一定能过了。首先，就算你的德文或法语可以到母语 level， 你也不会瑞士德语啊，除非你是有瑞士父母或是跟瑞士有什么关系，不然的话，你不会从小到大就把瑞士德语当你的第二外语学吧？那瑞士德语的跟标准德语的差别，基本上就跟中文还有广东话的差别是一模一样的，那就是另外一个语言啊。甚至很多欧洲人，他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是3-4种语言以上 native level 起跳的，能比得过吗？除非你是真的就是碾压一切，不然的话，基本上是找不到工作的。不过有 STEM background 偏 science 偏 engineer technology 那一块的 background， 你会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毕竟 STEM 这个专业毕业的人才，瑞士还是缺的。那像我是念金融的，我所在的学校基本上跟瑞士的顶尖投行，还有那3大最 top 的顾问公司都有合作关系。在一开始进去学校的 orientation 的时候呢，人资就直接跟我们说，就是你们没有瑞士国籍，没有欧盟国籍，就不要来投实习了。基本上他们想让我们过，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市政府不会给长期的工作签证。很多瑞士的公司看在你学校名声上面，在 LinkedIn 上面问你说，你要不要来申请？只要你跟他们说你没有瑞士国籍，你没有欧盟国籍的话，讲完的当下，这个 offer 就已经算是被 cancel 了。遇到这个状况，再看看身边的同学，像做我们学校的学生，我听过的是，你只要你的成绩在中上，基本上就是保送瑞士顶级投行。你说心理上会不平衡吗？一定会的吧。还是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实力还是没有强到能够让这些公司忽视掉这些限制，然后跟政府说你就是比别人好。就算学校的名声在德语区非常好，但瑞士不是欧盟，所以在德国跟奥地利找工作还是会遇到蛮大的困难。我当初来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就说啊，这间公司在德语区的名声很强，所以毕业之后就算瑞士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关系，去德国也蛮简单的。它可能某种程度上面是真的，但是在德国就学的学生呢，他们有自己的学生签证，也有能够留下来的毕业后的工作签。那你怎么样跟这些在地缘上面、在签证上面都占优势的人比？还是得付出更多的努力，证明说你比他们好，让雇主向政府证明现有资源上面找不到跟你同等 level 的 candidate， 才能给你相对应的签证。那瑞士呢，毕业的话也有6个月的找工作签，但是呢，你在申请瑞士学生签证的时候，他当场就叫你签切结书，说一毕业就会离开瑞士。这个6个月的找工作签，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就是给心酸的。那身为台湾人呢，要留在瑞士还比其他国家的人遇到多一层的麻烦，因为台湾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下，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到国际组织工作的。那很多人呢留在瑞士都会去日内瓦，毕竟日内瓦是各个国际组织的总部，他们基本上是可以透过在国际组织工作在瑞士留下来的。那台湾人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了。我曾经在加拿大的时候问过联合国的人资，会对于不在联合国的国家有任何的限制吗？那他跟我说不会啊，我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歧视，任何人都很欢迎，不管你的国家有没有在联合国里。但是呢，我光是上网去申请 volunteer 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它有一个必填栏位，就是你的 nationality。那我当然找不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嘛，那我就写信问他说啊，我的国家没有在这上面怎么办？他就问我说你哪里人？我就说我台湾人。当我把这2个字寄出去的当下，快10年了，我从来没有收过那封信的回复。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蛮好笑的。要说我后悔出国吗？其实也没有，但是我会希望当时有人能够告诉我说，身份跟签证上面的限制所带来各种不同的影响，尤其是当年我还没有遭受过各种拒绝、千锤百炼之后的心脏，真的是会需要好好的做好心理准备。在决定留学地点的时候呢，就要考虑进去说你未来是不是想要留下来，他当地的签证政策是怎样，留下来的机会大不大，要怎样才能留下来。不一定要拿身份，但是至少能够就是增加一点海外的工作经验。那就不要被学校方面公布的那种100%毕业后的就业率给骗了。还要看到这数据背后有多少外国人在当地留下来找到工作 ，context 一定要找好。那也会希望告诉过去的我说，记住你在选择出国的当下，
你就已经选择了比别人还要加倍难走的路。国外的月亮真的没有比较圆，你在国外也是一个外国人，你理所当然会受到各种不同的限制，因为企业必须花加倍的心力去证明在本国找不到相对应的人才，因为政府其实是有义务保障本国人民的权益嘛，你也不希望政府开放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政策优惠外国人，而不是去保护本国人。在别人的国家就必须 follow 当地的 rule 去做事情。那说到底呢，还是那句老话，就是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当你实力大到能够碾压一切的时候呢，身份的限制就不再是限制了。这一集呢就到这边结束，那希望大家喜欢。有什么感想呢？或是关于国外生活、留学、找工作的问题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会透过这个系列呢来一一回答大家。下一集见喽，拜拜。